哎，俺家俩孩子去参加一场婚礼，当了一次花童，我就发现俺家张大铁呀，他净操那个没用的心。这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，新郎是澳大利亚人。我们家小达呢，这是人生第一次当花童，但是张大铁呢，他在铁岭已经当过2次花童，在花童这个工种上，人是经历过就是专业培训的。每次婚礼的头一天晚上，他要被拉去彩排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张大铁属于一个老婚庆。那么咱们这个老婚庆啊，他第一次来参加西式婚礼，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的。婚礼头一天晚上，俩孩子还在家彩排了一遍，结果走到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咱也不知道突然间是谁的哪一部分的基因被唤醒了，突然间整这么一出。观众在哪？啊，观众在这儿。让我讲讲这个，不是要你整话，这是小鹿和汤包的婚礼。你就让我讲两句呗，讲两句呗。第二天我们这不就去婚礼了吗？到那一看有很多外国人，我就看那现场的中国人呢，亲戚朋友啥的都在操心什么吃的呀、衣服啊，啥都张罗好没。但是呢，外国人来参加婚礼，他不管是多亲近的人来参加婚礼，就奔着一个玩儿。婚礼开始前3小时就已经开始喝多了 ，party 尽兴。人家翟奥达表现得非常自如，而张大铁又出现了短期的不适应。然后这不仪式就要开始了吗？那张大铁是个老婚庆，那他之前接受到的培训是会有人给你喊口号，会有人控制你的速度，到哪儿有一个点位已经画好了，你就在哪儿停，这都是步步有规划的。今天呢，就是什么指导都没有，就是随意走随意撒。张大铁就回头看着他的队友们，就问走到哪儿啊？没人搭理他，他又问那谁喊121呀？无奈这些人一个是不在乎，一个是听不懂，根本没人回应他。当时铁哥那个心操的呀，皱个小眉头。你瞅瞅这帮人，无组织无纪律，没个正形。我这一天我这心操够够。于是当主持人一说，下面有请花童们，张大铁瞪着一双恨铁不成钢的眼睛，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直勾就过去。翟奥达那天像一个公主一样美，我在那看的我都醉了。我一眼没瞅张大铁，人已经过去了，而且气性太大了，直接绕过了新郎出去了。大胖媳妇都没看着他儿子，问我翟奥达走完了，真好。张大铁啥时候出场了？我说已经出去了，陪娘家姐去了，发烟呢可能是。下次他上了。马上。这一天折腾起来比我们自己结婚都累。带我们安全回家的是24款理想 L7，家庭5座旗舰 SUV， 适合我们家庭出游。后排皇后座是我的最爱，SPA 级10点按摩，特别解压。再让理想同学帮我们放点孩子们爱听的音乐，旅途就是一种享受。回到家我就特别想逗一下俩孩子。我跟翟奥达说，我说你看你说你那么美又那么专业，那爸爸妈妈结婚时候你咋不来呢？那别人的婚礼你都能去呢，你妈和你爸的婚礼你居然都不来，为什么呢？那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 I'm sorry。赶紧过来。你为什么不来妈妈的婚礼呢？我年轻时候去的呀，我去过。你哪有年轻时候？别臭白话，你就没去。让你下次叫我肯定去。大胖媳妇跟我妈气哭了，真的。刚才我妈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呢。我听我妈的描述啊，我认为这男的肯定是疯了，不可思议。我再一听大胖媳妇的解释呢，给我气笑了。我妈最近呢来北京复查，来北京了，马上复查了才知道，这次复查它的流程比较繁琐，就是复查的头一天得入院，然后整个复查这个过程都得在医院住着，不能出来。我妈这么一听呢就比较紧张，但当时我又不在北京，家里就她跟大胖媳妇来交流。然后我跟你说哈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，如果他的汉语非常精通，那肯定是没事儿；如果他汉语一句不会，蛮子就跟张大铁出国似的，也没事儿。最可怕的是大胖媳妇这种会一点但不多，但又觉得自己会，最容易出事儿。就那句话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嘛，因为他真该下呀。然后我妈这不就心里求关爱嘛，就盯着大胖媳妇。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还真听清楚住院这词儿了，但是她听到的是住院 make a wish。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冷漠的看了我妈一眼，你住吧。阿门。这不孝来的太具体，我妈没反应过来呀。过一会儿我妈屋里溜达一圈又来找她来了，说那么你借我一下你充电器，我要住院了。大胖媳妇呢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妈要离开这个家门这个事儿，跟我妈说你住呗，我就一个充电器，你让我先充完的。给我妈委屈的呀，拎着包自己就住院去。到医院给我打电话哭诉，我看明白了，我是谁呀？咱可不敢麻烦人家。我当时听我妈的描述我就炸了，我寻思大胖媳妇这是要不过来还咋的？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我妈住院，你为啥不能陪一起呢？大胖媳妇很无辜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呀，我妈住院我也不陪，我就不是很相信祈祷这些玩意儿。她还挺有理呢，还跟我说，哎，对了，咱妈挺诡异呀，晚上跟我说要去祈祷，
到现在没回来，要不我出去找找吧，是不是信什么邪教了？你说？然后我回来就得领着这个惹事儿的老公去医院赔罪嘛。买的东西带着充电器，还带了秀丽可 AGE 面霜。这面霜我用的特别好，不止30%高浓玻色因，还能抗胶原糖化流失，给我妈送去美容抗老，气儿能消不老少。去看我妈之前，我这不就带着大胖媳妇还有孩子去给我妈买东西吗？我去楼上买点毛巾、牙刷啥的，我就告大胖媳妇在楼下买点补品，然后分头行动。当时哈我就多了个心眼，我让我同事跟着他，我说万一你姐夫又出梗了，你都帮我记下来。这个男人他就从来不让我失望啊。5分钟，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姐你快下来，姐夫在农贸市场畅聊哲学，还扬言要打造山东。你问他那有人参不？你有人参吗？喝啥？人参，你的人参怎么样？晚上怎么样是吧？晚上还行不？你的人参长吗？长。你的人参从哪来？从长白山，东北长白山。我的媳妇东北。喜欢东北啊，喜欢东北。你把它让山东打造。我要打造山东。可以啊，山东不错是吧？我也打造山东。你好，你把打造山东不错。你只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为什么要打造山东？今天给你们讲一讲我和我加拿大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干的地上。这事儿从哪说起呢？就俺仨人今天上附近草地玩去了，回来呢看门口放着一个大包裹，上边是我妈亲切的字体。你们好不好奇我妈给我邮的是啥？我是老好奇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妈给我邮啥呀。一打开，哎呦我的妈，真磨木耳干豆角，这一打开就铁岭毛雨城的味儿。然后这肉头的大木耳啊，让我想起来我和我加拿大的婆婆小姑子第一次撕。这火是怎么聊起来的呢？就是第一次我上加拿大给他家做饭。我第一次去加拿大，我就发现这饮食也太简单了，这他都没吃过啥正经玩意儿呢。那我这厨艺千钧一发的，给他露一手吧。然后我去的中超，买了一只鸡，买了一条鲈鱼，人家做鸡做鱼，然后买点好的东北木耳，寻思再整点凉拌菜。然后我回来在厨房开始这一做饭，这火给我窝的。先是他小妹妹过来了，整一个，我们买鸡肉都是买就现成的鸡胸肉，你们非得买一整只鸟，你们吃饭好奇怪哟，总是吃这些全都是骨头的地方。然后小妹妹还拿出这个木耳问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好奇怪，你居然还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我也不知道木耳怎么翻译，然后我就上网一查说是木耳是 fungus， 我说就是 fungus， 结果 fungus 在英语的日常用语中是脚气的意思。我说哎呀，你吃脚气，也就是说那天晚上我要做的这个凉菜就是腐烂的竹科植物拌脚气。我当时憋回去没吱声。过会儿大妹妹回来了，哎呀，你们对这个鱼好残忍，为什么要吃鱼呢？你一会儿那个做这个鱼的时候，能不能不按中国的传统做法上这一整条鱼？我不想看见这个死去的鱼的眼睛跟我对视。我当时我心里默念张彩玲，憋回去，稳住，别干仗，有人娶你不容易，你就把心中的怒火在剁鸡上发泄吧。我就开始剁这鸡，结果我婆婆来了。哎，你那个剁生肉和剁蔬菜用一个菜板子啊？我说我刷了。你洗也不行，你这个剁生肉和剁蔬菜一定要分开这个菜板子。我听说了你们有很多人有这种习惯，在你们那儿可能人们没问题，但是在这儿我们可能会死的。我当时我就明白了，就这事儿如果我要再憋着，以后就别回东北了。这事儿传出去，那以后回东北还出屋啊？就搁家自己拿大扇子，就人生就像一场戏，因为有缘才相聚吧就。然后我把这顿饭给做完了，晚饭开饭了，大伙都上桌了。然后我说，我吃饭之前我先提一杯啊，我太羡慕你们这种家庭环境了，你们的家教太环保了，太和平了。如果在我家哈，就我嫂子第一次来给我们家人做顿饭，然后我就这么说话，我妈一个大耳刮子能扇到我口腔里头长脚气。他能让我抱着个死鱼对眼3天，然后这边胸口上再挂个大菜板子，没事还得舔生肉拌鱼鳞。这时候空气就凝固了，说凝固都说轻了，都脆了。是我的粉丝知道这是大梗啊，脆了。这时候我这大胖媳妇我老公说话了，你不了解这个国情，你别生气。加拿大有这个特殊的国情，有这个规定，就是说智商是90以下的人呢，不能吃带骨头的肉；智商是120以下的人呢，不能吃带刺儿的肉。要不然他一天老卡上医院抢救，老百姓得多交多少税收才能养活他呢？然后他爸一听，哎，哈哈哈哈，一个大笑，就他这大笑也是这个解尬神器吧，就是一大笑，完事儿说的，哎，这笑话太有意思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完这顿饭反正是进行下去了。到现在我也不明白，你说俺东北这肉头的大木耳，怎么就给翻译成脚气了呢？